你好，我是老胡，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直播。这是我们每周一期啊，每个礼拜在星期天老胡和观众们带大家在这个里直接互动的这样一个安排。是北京时间每个星期的天中午的12点，西雅图时间的晚上9点。那么把过去一周我从各个渠道收集到的问题，觉得有必要在集中回答的，在这个地方来做一期做一个清理。好的，那么闲话少说，我们现在就开始看看这一个礼拜积累下来的问题啊。直播间的可以在这边留言提问，我马上回头过来再解答这个直播间的留言的问题。老胡你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是我本身来说是做股票的频道，那股票的频道来说，我原本从一天只上传一种技术分析的说法，那后来因为受众增加，然后有一波盈利的情况之下，我想说要增加浏览数，所以又做了类似另外2个不同技术指标的影片出来。那我有发现说各个影片的观看的比例差不多。观看时间也差不多，点阅率就是曝光点击率也差不多，但是我发现说我的整体的曝光数，就是 YouTube 本身推荐我影片的数量好像下降，是 YouTube 本身来说，它会在一定的，就是你一个频道可能一天最多只能曝光多少数量，是有这个影响吗？不然为什么我发现我的影片体质没有下降的情况之下，但我的曝光数越来越低这样子？如果您知道的话，希望可以帮小弟解答，谢谢您，再麻烦您。好的，谢谢 Rex 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回答。按我对你这个频道的这个印象的话，你这些频道都是不是很大，那么不要过度的解读你频道的后台的数据，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做的新的内容我所听到的是在你的内容垂直度里头一点都没有错啊。你讲炒股的这个各种技法有长线的、短线的、这个超短线的这个都可以，绝对你没有偏离你这个内容方向。那么你问到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一天，比如说一天发1支片，现在我突然一天发2支片，会不会讲整个的流量会？这个 YouTube 会控制我这个总流量？你这个频道我一天就给你1万的流量，你发了2支，每个给你5000不是这个概念的这种东西的话，不是讲我知道绝对标准的答案，而是讲这个是算法设计里头最基本的。假如你是这个算法的设计人员，你不会设计这么傻的这种参数当然有些频道，比如说他每天上传99个视频我以前跟大家讲过YouTube 曾经没有在这个上传的数字上面限制，曾经可以一天上传2000个视频。我自己就曾经一天上传过360多个视频曾经。那么后来就是开始限制2000个视频，然后最近现在普遍大家看到的是一天是99个视频为上限。那么它非常多的时候，它可能会适当考虑这样对你这个频道进行一点这个限制，因为你整个这个视频可能都是一个类别的，它不会平等的同样的去推广你这个频道。但是你这个内容同一个垂直度里头的这个原来是一个视频，现在变成2个或者3个，这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哪一个视频出来好的话，都会起得来。就像我的频道里头，有的是一天日更1个，有的是一天2个，多的是3个。那不会讲那一个视频的是1000，然后更新3个视频，每个变成300，不是这样的情况的绝对不会这样子做。所以至于你这个流量，一个是季节性好，现在广告，还有呢，你做股票这个讲解这一类的，最近竞争明显的加大，很多人在我们群里头就很多人已经加入这个这个垂直领域我知道的就是以前可能很少一个2个，现在有大量的人会联系我讲股票这类的频道怎么做，所以竞争在加剧。那么同一个时间段里头，目标的观众讲中文的看炒股节目的，可能就是这个池子就这么大。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多出片的话，那么这推广当然机会就慢慢就会少。那么最后还是讲的话，你要把你的内容做好，你就能脱颖而出。不管他这个我老讲那个美食看的人多，不等于你做的节目就会有人看。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群友里头有人坚持半年、1年的，做出来效果很差的，只有10个粉丝的，虽然是美食，对吧？但是也有人几个视频就做得火起来的。所以你坚定的相信 YouTube 整个平台的设计是要让好的节目浮现起来。不要去沿着你问的问题的这些思路啊，这 Rex， 你以前问的很多的问题都是过度的解读你这个频道的小数据，他会不会这样？你这就琢磨错了。你往回琢磨你自己的内容啊，你不管它这个行业多萧条，马云同学讲的不是这个行业萧条，而是你的企业在萧条啊。我不是举那个胶片唱片这个例子吗？整个这个行业死掉了，但是呢，你有可能做一个这种礼品的。这样的生意照样做得非常非常棒啊！现在没有人去做那个手工的绣花鞋，但是你要是做手工绣花鞋当艺术品卖出去的话，当礼品卖出去也是非常大的生意。所以这样子讲解就对了，往你自己去做，你才不管他有多少对手，或者多少人都得讲金融、讲财经、讲炒股，你做的比别人好，你就能出得来，就这样啊。所以 Rex， 你问的很多问题都是这个运营方面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们回到那句话，内容为王，你不断的去琢磨别人讲的有没有比你更精彩，你有没有改进的余地，这样子就好了。这个阶段不要去看它。我给大家解读过这个第一网红 PewDiePie， 他傻傻的，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很多技术他都不知道，人家做到第一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好，第二个问题。老胡您好，我是一名关注您很长时间的粉丝。我的问题是这样：假设我的 YouTube 账号既作为平常观看视频的账号，又作为发布视频的账号，那么 YouTube 在推荐我发布视频的时候，它会参考我的观影习惯和观影记录吗？假设我平常喜欢用这个账号看一些电影评论类的节目，而我发的视频呢是美食类的，那么 YouTube 在推荐我频道的时候，它是会把我算在美食类，还是算在电影评论类呢？还是说两者都有呢？谢谢您。好的，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啊。首先，我多次强调过了 ，YouTube 知道你谷歌知道你所有的信息。如果你是登录进来，哪怕你匿名，它也会收集你很多的信息啊。它有你的 IP 地址，它有很多那个你的浏览习惯、历史，我以前都在看过的啊。那么他知道你这些信息，他甚至你知道你你的大数据，你什么时候睡觉，你什么时候这个开始浏览，你知道每一天最开始浏览的是什么，是新闻还是这个花边新闻啊？那么这个观众的具体的问题就是说，我用这个东西干了一些不太这个阳光的事情，然后会不会影响我做的那个频道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要不要每次看的话，用另外一个小号，用另外一个秘密的号来观看啊？是这样子的。首先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可以讲是美国宪法它是讲有言论自由，不会讲因为去浏览一些视频就会导致他有这个数据标签，你经常看某一类宗教的这个影片，他知道。但是他不会讲因为这个东西来惩罚你发布的一个娱乐频道，这两个不相干。但是这个话说回来，就是你在网上这个的行为是要受 YouTube 这个平台的叫做社区准则来约束。他不管你是这个政治是哪一派的，但是呢，你不要影响他这个社区这个准则。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到别人频道里头就骂人啊，去骚扰别人这个发表非常过激的这个尤其是伤害儿童啊，或者一些辱骂性的这种话，那你就违反了他的社区准则。他不管你有没有频道，他把你账号干掉啊！我不讲，我们群里都有3-4个群友就是这样子，频道自己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规规矩矩的原创频道，跑到别人这个底下去跟别人吵架，讲了一些很出格的话，这个发了很多这个垃圾的这个评论。那么就账号干掉意味着频道就跟着干掉，对吧？这个大家能理解。YouTube 禁止的是这一类东西啊。至于你去看一些这个8级片都没有关系，我不讲嘛，左手春宫右手佛经，大家都会看这些东西，一个度或者是偶然或者故意看，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个东西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你正常情况下，你去浏览和你那个没有问题，你不要去骚扰别人，不要用这个账号去攻击别人，就这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讲，哎呀，我这个东西因为我是美食频道，对吧？所以我用个账号录进来以后，我只看美食，其他通通都不看
我据说国内有些平台它是这个样子的，就这样，这个账号要非常干净。我只看美食频道，然后只到对方美食频道底下去留言，然后我这个账号就非常纯洁。YouTube 上面据我所知没有这么一说，你就不要用你这个账号来攻击别人，来扰乱这个平台就好了啊。好。胡先生您好，谢谢胡先生每次的解答。我马上要传自己的视频了，现在正在策划跟准备当中，内容是练气功强身健体的。有2种方法，一种方法我就是做一个视频，解说是日语，字幕呢是英文字幕，这样日本人跟欧美人吧都能看。还有一种方法吧，我想做2个视频，一个是日文的解说，日文的字幕和日文的解说和英文的字幕2个等于给它传上来，这样一来，这油管的后台会不会觉得这人的视频吧内容一样，传了俩上来，在这骗点击率？所以说我有点纠结这东西，希望听听胡先生的意见，谢谢。好的，老李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以前多次讲过，你站到观众角度上就非常好解决。你这个频道究竟是日本人的给面向日本人的，还是面向英国人的？如果是你面向英国人的，你就处处为只讲英语不讲日文的人做考虑。如果你是面向日本人的，那你不要用一种日本语言来打遍天下。那么你要做的是所有的全是外挂字幕。当你知道有外挂字幕这样一个技术以后，你就没有必要去动这个心思。我开2个频道，一个英文的，一个日文的，仅通过字幕的方式。你不是老胡，你不是讲外挂字幕可行，然后这个视频是完全一样，它就会让我重复内容。我呢，干脆把它这个字幕压制进去啊，成为视频的一部分。这部视频它比较就不一样了嘛？这些心思全都是歪门邪道，没有必要。这个你要考虑为这个平台为省流量，你要考虑为这个观众啊这个节省时间。如果你这个视频做了一个日文版的，请一个你自己会说日语没问题，你再做一个英文版的，请专门花时间花精力请人为这个东西完全翻译成一个英文的，然后请人出镜配音啊，画外音全都是不同的，你发到2个频道，一个日文版的，一个中文版的，一点问题没有，并且这是大大的好，应该这样子认为。但是如果你视频完全是一样的，通过外挂字幕，然后通过这个内嵌字幕，里头说的话还是日本话，就没有必要这样子玩了。你就用最干脆的方法，一个视频日文，然后你爱选用什么外挂字幕就外挂字幕啊，不要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完全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啊。所以我老讲那个话，态度要正，方法要笨。一定是要回归本源，做视频要回归初心啊！这些，我知道老李你可能是没有这种歪门邪道的之心，但是你从技术上跟我讨论，但是呢，我上升到这个高度来告诉大家，这个为什么是一个没有意思的做法，别这样子做啊！好，我们看看直播间的有朋友有什么问题啊？这个 Great T 他讲，我想问一下，描述里面用的这个 hashtag 就是这个井号。好的，我给你看一下，井号是这样子的啊，他问的是这个啊，当你点击它的时候，会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搜索的一个标签。那么它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在你的说明区啊，在这底下写就行了，用空格分割开啊，井号。然后这个标签写的这个地方，多长，中间不能空格啊，一直就是一个字，然后空格分开，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这个标签，第2个标签，第3个标签，第4个标签，注意了，它有4个标签，对吧？然后它上面呢显示几个？显示1个、2个、3个，你这个地方可以弄很多个啊，大概是我记不太清楚了，限制可能是8个啊或者10个。然后它会随机的在里头选取3个，很多情况下正常是选取前面3个，但是呢，它算法它是有讲究，会里头随机选取3个啊，然后放到这个地方来啊。那么这个标签跟那个视频我们讲的关键字那个标签有什么差别？这个地方这种标签往往是是热词啊，这个在微博上面的一个热搜，或者是在 Instagram 大概就是这种概念啊。我不认为在这个YouTube 上面去做这个东西有什么太多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没有人
会去这样的搜，没有人会去这样的搜啊，所以它纯粹是作为一个点击而已。我看见有人专门做过这个数据的测试，就是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用处，除非讲这个热搜那一下子谁这个出现一个热点事件，你没有必要靠它，你在标题里头就完全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所以最权重最高的就是标题，你把标题玩好了的话，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你说明这些东西都不是太重要的啊。标题加封面就这两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啊。所以这些雕虫小技啊，我为什么我基本上不讲呢？因为它没有意义。这种东西，这个尤其是开始做的时候，根本就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你账号很小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什么帮助，这是第一。第二，当你账号大了，根本就不需要玩这些东西啊。所以讲，但是作为平台来讲，它提供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这个 YouTube 它每天会收到大量的这个观众讲，哎，那个 Instagram 有这个东西，微博有这个东西，你们能不能做一个这个东西给我们？他们有的就做啊，就做给你用。所以你多一个工具，你愿意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但是你没有必要用它。我的意见就是说，这种东西你知道的越少越好啊。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信息啊。18岁以下的孩子开通 YouTube， 如果可以开通 YPP， 怎样拿钱啊？18岁以下这个 YouTube 是13岁以下算儿童啊。这个银行开账号的话，很多地方是要到18岁才开一个独立的账号那么所以18岁以下的你是父母的这个作为监护人以下的一个账号，有了银行账号的话你就直接可以这个到 YouTube 里头去把那个 AdSense 的把这个作为一个支付账号接收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就直接可以这样的操作。另外一个操作方法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现在这个钱转到你的账号里头，等到小孩大了以后，你在 AdSense 的可以转换这个付款的这个目标的账户，你换成你小孩的就进你小孩的账号里头去了啊。最好的这种操作方式。How to Life 他讲，我看你的视频说明画画软件画出的画放在 YouTube 会有版权主张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画画的软件用了这个 Procreate Software， 就是 iPad 上面一个知名的这个画画的这个软件 APP， 他已经付了钱，不会，用这种工具，比如说你用自处理软件来Word 来做教学，来写一个文章，微软不会来找你这麻烦，这工具没有，就像你使用这个工具来做节目没有问题啊。英文的直播有 CC 字幕吗？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答案，因为它有没有就是这个在试行这个在试验这种东西，完全有可能啊。因为英文的这个直播，我们讲英文有自动字幕的识别这个功能，所以它在直播里头开放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我不确定这个答案有和没有，我都不奇怪。那么如果你看到有那个东西，你可以点开它去试一试看啊。当然你说话的人的这个声音音质的问题的话，可能会导致它的这个识别率可能会有问题，也完全有可能。加入频道会员会分到频道的广告红利吗？不会，只有谷歌才会分到，谷歌拿着30%。要怎么做才能让直播一边是电脑画面，一边是你的画面，画中画？你用 YouTube 这个 OBS Studio 去搜一下，很容易的。以后我的微信被别人恶意投诉举报，可以报警到法庭去，可以告吗？微信被别人恶意举报投诉，微信这个腾讯会处理。根本就没有必要闹到法庭那个地方。如果讲腾讯不处理，或者你认为腾讯是这个处理不公，你可以告到人民法院，那完全那是你的权利。提出诉状是你的权利，法庭受不受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为什么古阿莫讲电影违反版权，现在还能一直解说影片？难道不开盈利就不违法盈不盈利，这个盈不盈利跟这个违法不违法完全两个概念。这个最后法院判罚赔钱多少跟他的实际盈利可能有关系
啊，就是说他赚了1个亿，最后我判他赔多少，这个数据可能会受那个影响。但是你完全不开盈利，这个电影公司会讲，由于你说的这个东西，虽然你没赚钱，但是你导致我的营业额流失多少，我的票房流失多少，这也是其他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有的解说的话，我不太清楚他现在的情况。有的东西他现在这么大的咖的话，他应该是有一些东西是有授权的电影公司让他去讲的这个片子。但是他现在在台湾打的那个官司的话，我是还没听到最新的消息，也就可能还没有结案啊。所以他现在也在开辟他的这个另外一个频道，做那些这个做那些比较好玩的这些东西，跟电影没有关系的。不更新了，我的抖音早就不更新了，1年多了，就是玩了那一阵子啊。因为我人在海外，抖音特别不方便。我当时玩那个东西，我是想在抖音开直播，结果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发现抖音无法给海外开通直播，所以我就放弃了。上次给我乱发信息那个另外已经频道也不可以发信息了啊。好，在我自己的频道拍抖音15秒的影片可以吗？你是讲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把你发在抖音的东西发布在这个上面没有问题，你自己你有这个视频的这个版权著作权，你愿意发在哪个地方就发在哪个地方，发在 YouTube 上没有问题啊。频道如果被油管封锁过几年就会自己解封吗？不会自己解封，解封一定是这个人工干预的。我在深圳卫视国际频道的电视剧《良心》里面看的人和你长相差不多啊，一定会有人跟我长相差不多的。这世界上77亿的人啊，就像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这个替身一样，怎么一定会有？我又不是比别人多2个手指头，很难找，这个很正常的事情。谢谢你注意到。我的视频只有中文和英文2种字幕，但是很多人留言要他们的语言的字幕，能不能邀请别人？可以，你开放这个社区贡献字幕那一块，然后他们就可以做了字幕以后，然后添加上来。那些很大的这个频道都是这样子做，那会有义务的人帮他翻译啊。这个像 PewDiePie 的这个很多视频的话，就是有人主动帮他翻译成意大利语，翻译成这个俄罗斯这个语、俄语等等这些东西。这样，你只要开放那个东西。上次我讲过，因为确诊状态是开放，导致就是有人用这个字幕进行攻击啊，宣扬这个种族仇恨这些东西。后来 YouTube 就改变了这个设计，把它确诊变成一个关闭，你要主动去把它打开，别人才能提交字幕上来。好，在这里可以问问题，当然现在大家不就都在问问题吗？违不违法？你现在就说。我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没有听说讲人家翻墙就被抓着做了，因为中国翻墙过来看的很多大学生、很多企业机关的白领啊，这个外资企业的员工，据我估算会在千万这个级别啊，通过方法来访问这个 YouTube， 但是没有去抓他。就是你不是要跑到这外面来乱喊乱叫，讲一些这个违反中国法律的东西，那个就是才会有问题，或者是你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生意。你教别人翻墙，出卖这个翻墙的工具，这个是有问题的。你自己出来看看，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没有听说过，因为就是出来看一下这 CNN 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有问题是你看到 CNN 以后，然后讲哇，这外面是这样子讲的，然后再拿到微信里头就到处去传播啊，好像只有你看见了外面那个世界一样。其实我不跟你讲嘛，人家数千万人都看见过，你就不要大惊小怪了，这个世界。好。儿歌可以拿来当背景音乐吗？跟儿歌和不儿歌有什么关系？人创造的东西就是有版权，你不要以为3岁小孩他会作曲以后，他那个就没版权啊。所以任何东西都有版权啊。为什么儿歌没有版权？如果讲民间流传的没有版权的那个儿歌，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小孩创作的这个儿歌，哪个这个音乐家作曲家创作的儿歌，你怎么可能拿来用呢？对吧？我看了你的答问117，我看我后台在右边没有订阅状态，在左边过滤条件，我不太清楚你讲的，因为我节目太多了。你问我117期，你不给我讲是3分50秒那个截图，我是根本看到这种信息完全无感啊。因为我比如说1年前的节目，有人突然给我留个言讲怎么东西，我完全没有感觉。啊，像我的直播里头2个多小时的话，你跟我留个言没头没尾的，我找不到，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非常抱歉啊。如果我的影片里面被油管判定为有版权音乐而无法获利，
那我是不是剪掉有版权这段片段就能盈利？是的，你没有必要把它下线以后，这个你在线就可以讲把这段剪掉，或者把这段静音啊。现在它出了一个最新的这个功能，就是讲，嘿，后面有背景音乐，然后呢，我还在这个上面说话，你最好呢能把这个背景音乐给我消音，然后我说话还在啊。现在出了这个试用版的这样一个功能啊，我这2天正在试这个东西，我想来做一期节目，告诉大家实际效果是怎么样的。我背后放的这个音乐很好，然后我前面在说话。以前的话它是没办法这样子做，要么全部消音以后，这段时间我说的话也不见了，那就不好玩了啊，对吧？所以它最近一个试用版的出来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还没试啊。为什么儿童频道的广告费比较少？并不少，是因为它广告少。谁讲这个儿童频道的广告费就比较少？不是啊，从 CPM 这个角度来讲，它并不少啊。卖玩具的怎么跟儿童教育这些东西不少啊？总额比较少，是因为它儿童，这个谷歌被发了这个1.6个亿吧，然后它现在就是很多广告不能那样子做了，所以导致这个广告收入的崩盘啊，并不是因为它单价少啊。如果有一个频道每一个影片都是直播，跟儿童频道相比，请问广告费谁赚得多？每一个影片都是直播，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个每一个频道都是直播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片子出来，他都先用直播的方式来播送，然后直播就存成了这个视频。所以我不太清楚你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直播的是儿童的内容还是什么？这个谁跟谁比？是苹果跟这个香蕉在比还是什么啊？你要能看到的话，下面可以澄清一下这个问题。上个星期给我这个填红利这种信息，你发一次就可以了啊，不要重复发。实战群可以让老胡点评别人的频道，加入会员可以让老胡点评别人的频道，这两者差别在什么地方啊？差别在这不是实战群，实战群是那个会员啊，会员我有2级的会员啊，2级的会员，第一级是你问我问题啊，这个小吴在这地方就好像是我的托一样，那么我逮住你之后我就趁机做广告，我开通这个会员啊，我开通这个会员，大家去看这一期节目啊，开通这个会员这个我用个1分钟讲一下对吧？开通了有2级这个会员，一个就是你可以问老胡问题，第二个你请老胡点评频道啊，点评频道是2种服务，2种就是一个他自己做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你帮我全面诊断把脉，我这个频道有什么问题，我要不要放弃，要不要转向，要不要什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服务，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想做一个东西，你帮我把那个竞争对手分析一下子。看看他哪个地方是成功的地方，我想模仿他，啊，这是可以用这个会员服务。那实战群是完全不一样，实战群进来我从零开始，把你完全从实战里头一步步培养，你缺什么我给你补什么，这个是1年的这样的这个实战训练，不是这个实战啊，两码事。好，柳春好，我不知道这个人。做轻微暴力影片的人最后会有暴力倾向吗？啊，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是轻微暴力影片的人，他最起码做的这东西爽，对吧？他最后是不是真实的？有的人是反映出他这个特质，他可能真正就是一个暴力的人。另外呢，有的人他只是把这个情绪宣泄出来，然后他就很温和啊就好了。所以2个都有可能啊。说话 slow 一点，我理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100个人里头绝对会多数人叫我说话快一点。会少一部分人，因为我这个录像出来以后，很多人是1.5倍到2倍的速度在播放啊，所以我完全理解你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为了绝大多数人，所以我还是要说快啊。昨天想来看直播，结果发现记错时间，今天对，周末啊，我这边是星期6，国内是星期天，我在直播。最前面不是，这个地方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刚才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注意提，你这个东西啊，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放在最前面，放在最后面都没有问题啊，不受位置影响。不要认为它必须放在最后面啊，你放在第一行还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不是位置决定它这个使用。啊，也是它能识别，不管你放在哪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字，它就讲哦，这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标签。
油管活跃年代是不是过了？一切才刚刚开始。不要认为讲自媒体这个网红经济时代过了，没有过。这是一个个性，从此人类进入了个性绽放这个年代啊！以后就是机器跟人就是在这点上有差别啊！以后油管上面很可能有机器人来开频道，完全就是机器。但是它虽然这次开的背后的组织是一个人，然后那个主持做节目的全是机器人啊，但后面收钱的那个不是机器人，是个人啊。好，才开始，这种东西要有时代感，要有全局观，不要认为哇，这股票涨了1倍了就不会再涨了。你知道的，这个阿里巴巴股票从孙正义投胎的时候涨了1000多倍，说不定还刚刚开始呢。如果阿里巴巴真能做一个百年的这个企业的话，对吧？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涨起来就害怕啊，翻了1倍啊，就害怕了。这个自媒体才刚刚开始啊，这个年代。如果你相信这个比特币能涨到500万块钱1枚的话，现在才几千块钱、1万块钱，还早呢，不是吗？特别提醒，我不在这边鼓吹大家买比特币，我只是讲那种意见永远都存在啊。有的人讲，比特币半年之内都会崩盘啊，都有。视频播出以后，播主不回答问题，会影响收视率吗？啊？你老是不在这个留言区跟观众互动的，下面就是会互动会越来越少，互动越来越少会导致这个昨天那期节目就讲了，会导致这个推荐量的下降，会影响它的互动率嘛。但是好的视频，你没有必要跟观众互动，就你甚至把评论关掉，都没有问题。就是我就是这个神秘人物，我就做节目，你也不知道我长得怎么样，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做，那照样大家追着看啊。所以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核心就是这些东西啊！我非要对大家好，要赔得笑脸呐，跟观众不需要，你自己做的足够好，这个世界上足够多的观众来欣赏你。为什么现在多数的影片都是1080？我不相信每个人的相机都是1080，应该油管自己压缩影片的画质嘛？你提供4K， 它就压缩成4K， 然后4K 你上传的时间哇，好厉害，3个小时，你吃不消，所以讲我是1080吧，因为1080变成标配啊，你720的话。就是当1080变成标配的时候，这个视频的清晰度成为是推荐因素里头的其中一个。就是你的视频是同样的一个视频，1080和720，1080会有更大的推荐的权重。但是你1080到2K 到4K， 你就会讲我吃不消，我多花那点时间，然后画质上我没有明显的增长，我就不需要了。当 8K 的视频很少的时候，你就做 8K 的去拍个街景，别人是4K， 别人是1080，你的推荐量就多，就这样。这里头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但是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说现在一般的这种东西，不见得非要像自然风景啊、武打啊、这个打斗这些，你可以讲弄高清的有自然风光，能看出那个细腻地方。正常像我这种谈话类的话，你如果是带宽所限的话，你720也行。为什么？当你的观众80%都在手机看你的节目的时候，他只要720的清晰度就够了。1280是手机比较高端的这个手机上面，它能看有那个，它现在有，它也这个数据它也吃不消，所以你要考虑整个的全盘考虑，就是这细节地方。话说回来，还是那样子，就是我们群里头不是有360解，有480解嘛，照样做的风生水起嘛，内容为王啊。我见过一招雕虫小技，他自己定造那个10万的金牌，影片挂出来，觉得可以。这个没问题，这样子挺好玩的。我也不知道淘宝有没有专门做这个东西，这是侵犯版权侵犯商标权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自己用这个做一个这个10万奖牌的这个蛋糕，或者是做一个手工用纸板做一个，这都没有问题，有娱乐精神谷歌不会跟你较真的。播放键不用花钱买，它到时候会到了以后合格了，它通知你，然后寄给你。要注意的是它的官方的文档里头讲，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不是讲你10万我就会给你这个奖牌，它是在所有10万是够资格，然后他会选择讲你这个我会给你，你这个频道有点下三滥，但是又要保护你的言论自由，我拿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我不给你奖牌。大概就这个意思，但是我就没有特别去在意研究这个东西，但是我明确在它官方文档里头看到了，并不是过了10万我就一定给你奖牌啊。好，
我也想开一个像你一样的油管学院频道，用其他语言。我在哪个地方留言里头看到你这个问题了啊？像你一样开油管学院频道，用其他语言，其他国家，问题是可以模仿你利用素材吗？如果有这样会有版权吗？你讲的素材是截取我隐私的一个片段，那你就是有问题，因为你如果用我一个片段，然后讲老胡这个地方讲的错了，他地方讲的我就专门点评老胡这个，那没有问题，是合理使用。但是你讲我放我这一段东西，然后底下改成这个阿拉伯语的字母，那就是侵犯版权，对吧？如果你讲这个今天老胡出了一期节目，讲了一个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挺好，我要向这个阿拉伯这个语观众的人宣传这个东西，这个呢又变成合理使用，因为那个知识不是我专享的，没有问题啊，所以你可以这样的操作。内容创业 B 馆和油管哪个机会大？都大。有的人在 B 站上做得起来，有的在油管上做得起来，两个极端的例子都有。所以我老讲这个话，不要用你自己的滤镜和小数据来看世界。你看到一个 B 站做得很差的，到外面来玩，老外喜欢看。你反过来也好多人在 B 站上做得非常棒的，在这个上面油管上面1/10的观众都不到，都有很多这个情况出现。常常删除大量影片会影响推荐吗？我没有证据，但是常常删除大量影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断的调转方向，你原来看你被删除你那些视频的这个观众啊，他对你跟你后面的观众肯定是冲突的。你讲那部分人他就后面那片子他就不发了，你换向了嘛，你调转内容方向了，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又删，那中间加来的这些人又不太清楚怎么回事，然后这个平台的算法会完全被你弄得糊里糊涂，你究竟是哪个垂直方向？你这视频我给你往哪边推？所以这个自然的，它不是用这种方式讲来抑制你，因为你这个就是挑刺，我有个开关拉一下子给你拉闸限电，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讲它不知道往哪边推，你把它弄乱了。今天是戴了一个假发，波浪式长发，明天弄了一个光头，我不知道你是谁啊，是这个意思啊。好。3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有版权吗？在中国的这个版权是讲，著作权人死了以后，我上次听人讲是40年还是50年啊？那么你算算，这个应该就是过了啊。有可能是这个是在公寓领域里，我不知道老早那一批的这个老上海的那个像马路天使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个片段应该可以，像现在卓别林的那些老片都可以使用了。油管账号账户的钱怎么办？被盗，你就向他反映，他锁住以后，然后这个恢复你的账号以后再把钱给你了，证明是你的，他会给你的。如果这个钱已经被打出去了，给黑客拿走了，那追不回来了。那油管他不会赔你这个钱啊。油管账号被盗，要告他们的话，妨碍电脑使用罪吗？这个黑客是惩罚非常严重的啊。这个计算机犯罪啊，或者是电脑洗钱罪，在美国都是重罪啊。弄不好就把牢底坐穿的。你不要这个，所以因为什么东西呢？因为政府知道这个东西危害极大。你不要看他这个电脑上面稍微弄一下子，这个判刑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这个不是你去告他，这个是政府，像这种东西都是 FBI 出面的，在美国。请问在视频里头加字幕对观看效果有没有帮助？非常有帮助，非加不可。关于这个东西，你在我的频道里去搜字幕加字幕，我在里头讲了内嵌、外挂字幕它的意义所在，哪些是给人看，哪些是给机器看的啊。口齿清晰好的内容，当然这是基本的啊。字幕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用 Pre 字幕可以帮助YouTube 鉴别内容，以达到更精准的推荐。那当然就是当你有字幕，它知道你讲的每一个字，它就能够准确的理解你的这个视频，能够找到目标观众，推荐出去。开通会员不得3万粉丝吗？现在早就变了，时代不一样了。你还生活在解放前，以前是3万，我是在2万的时候他就给了我这个权限。我还看到有的人这是1-2千，现在都可以开通会员啊。好，请问在中国的频道无法获得广告收入吗？我似乎在一点提到过，对你 YouTube 的频道的地域设置不能设置成中国大陆，因为这个谷歌这项服务不对中国大陆提供，但是你可以选择任何地方，并且随时改动啊。
舞蹈视频可以技术处理后使用吗？侵权就是侵权，你怎么技术处理还是侵权啊？就小偷就是小偷，没抓到，你讲他是不是小偷啊？这个一棵这个巨树在森林里头倒下，你没有听见声音，那你就能抹杀这个它倒下的事实吗？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不要去这个 Adam， 我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给你做道德审判啊，我只是讲告诉你做这个类比，就是这样这样的思考就对了，不是技术处理。你应该是就是说不做版权处理，因为什么东西，你就是技术处理规避了这个版权系统，你要是起来了以后的话，最后吃大亏的就是你，会把你告得倾家荡产，会把你整的不知道怎么死的啊！所以这种东西绝对不要去走这种歪门邪道。我已经讲过好几个例子了啊，这个米歇尔范那个乐艺的华裔一个标的用了四首歌，最后750万的标的啊！上次那个另外一个做 vlog 的这个另外一个人也是几百万美元的一个官司，整个几乎把他整惨了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小事，一定要高度警惕。没事，没有，我现在自己的流量没有，你等你有事的时候，你已经后悔晚了啊。频道做窄一点，有啥弊端？做窄一点就是弊端就是没人看啊。你今天遛个狗，明天吃个饭，后天这个游个泳，没人看啊，因为观众太窄，他找不到，无法给你定位啊。所以然后呢，当然你自己玩的挺嗨，没有问题，你就这样子记录哦。记录自己成长的这个，原来那么小胖子，现在瘦身成功，你自己感觉很有成就感，行啊，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要把流量做出来的话，你就在这个地方要做减法，最后在5个兴趣里头捡到一个做出来。老胡的长征减法，捡到一个这个油管原句自己长出来了，就这样了啊。好，他们搬运这个助眠相声能获利，不是你的东西怎么去获利啊？它有可能获利，但是你是侵犯版权的，最早会收拾，最后还是会收拾你的啊。为什么在 YouTube 上有的视频，为什么在中国不可以看？是不是所有的视频都不可以看啊？因为在国内看不见 YouTube 我直播女儿写作业，她不出镜，学校教科书有版权问题吗？没有啊。教育部出版的问题，出版的这个东西都没有版权啊，他放弃了版权啊，大家可以自由的使用。影片的类别放错会影响推荐吗？不会啊，他不会管你这个东西。在画画的视频中，有4分钟用从一个网站上找来的 drawing 狗头做样本，会有版权主张吗？看你用它来干嘛。就是合理使用是一个精神，跟你用4分钟还4秒钟没有本质的差别，就是你这个使用是否合理，就你用它来干嘛的？用来讲解、批判、点评，还是用它这来再创造？啊，我不讲过一个这个极端的例子，美国有个电视剧里头，就是在墙上挂了人家的一幅画，结果败诉，打官司输掉了啊，只是在镜头闪了一下啊。我看到油管上有不少标题党类型的新闻时政，流量非常可观。有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案例？有什么建议吗？我不建议去做啊，这种东西往往这个东西都不是个人操作，就是国内的那个小型工作室，然后批量生产，用一些工具啊，这种产生一般标题都是这个什么日本怕了，这个美国贵了，俄罗斯怎么熊了，大概这一类东西。我觉得这种。个人意见不一样嘛。如果你觉得作为它是赚钱的东西的话，这个东西也不是平台也不禁止这种东西，它隔三差五清理一批，然后呢限制一下流量。但是如果你做这种东西，你就像游击队员一样，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嘛。所以个人有个人的操作方式啊。至于我建议，我的价值观里头，我当然不建议你去做这个东西。我觉得长期来讲是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虽然你赚到一点钱，有可能如果你非常非常聪明，你能赚到很多的钱。但是假设你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话，你没有必要做这个东西，对吧？非常非常聪明的黑客，你非得要去侵入人家的银行系统干嘛？你就到 FBI 去工作就行了，一辈子保证你衣食无忧，非常有正义感啊。就是我讲的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啊。如果你没本事，你就别玩这个东西，根本就玩不起来，赚不到钱，处理不到好，最后频道老被枪毙啊，非常具有挫败感啊。刚做 YouTube 2个月，多久才可以完成目标呀？每人都不一样，有人1个礼拜，有人3年都出不来啊。
全世界的人都是监督你女儿写作业，弄得好，你女儿就是就这样的影响就成了学霸；弄得不好，你女儿就是讲这个老妈居然把她当成一个当成一个像站监女一样的东西，哇，她不愿意的东西，所以你要特别把握这个度啊，就她不要被绑架的感觉。如果她这里头受到，因为你一旦开放这个东西的评论里头讲，哇，你女儿这个手好漂亮啊，这个写的字非常棒，多才多艺，但是你也会听到一些非常不好的声音啊，所以你要准备好有这样的这个这种能力啊。当然，这可能如果讲你女儿能够伴随这个一起成长，做一个心理非常健康的，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讲的话的意思，你要知道，当你在网上的出现的时候，会有种种的后果出现，要特别小心，不要非常弄得措手不及，那就不好啊。你反白一段话之后，旁边出现谷歌翻译的图案，要怎么样插件谷歌翻译呢？谷歌翻译就是在这个地方嘛，你安装插件。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谷歌这种翻译可以翻译整个页面啊。好的，油管可以看到订阅者吗？他如果没有隐藏，你就可以看到他是谁订阅你的，哪一天订阅你的啊。但是油管它可以隐藏，它不让你看，它可以成为你的暗恋者，它允许这样子啊，偷偷的喜欢你，所以你就不知道谁订阅了你。Carol， 88个订阅者未开始盈利，判我的频道不能盈利，但我全是原创，而且也没有自己的视频，应该是有几个影片在另一个频道上和在同时上传重复了啊。也会不会是我之前频道因为自己点自己视频看被判不能盈利，油管知道是同一个人？这个都不会成为理由啊。重复视频会在审查的时候成为一个不能盈利的这个东西，然后自己点自己这个东西，他会把你这个点击给你剪掉，在审计的时候啊，如果你严重，他会把你账号关掉，所以没关你的账号，这个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达到1000个以后，我再申请 AdSense， 我申请的联络电话要不同吗？不需要，因为你现在拒绝，我不太清楚拒绝你这个 AdSense 账号的原因是什么啊？现在的新的流程是像这个情况，你就根本就不申请。你只有88个，你等到1000个的时候，他才会叫你去申请。所以你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你想试图单独的去申请 AdSense 的话，你就应该把那个账号关掉，把那个现在的 AdSense 账号关掉。等到1000订阅的时候，他会发通知，然后你在那个通知里去链接，开始申请创建 AdSense 账号。好的，谢谢。我们有一个账号20多万订阅了，但是因为地区一直设置为中国，现在频道会员功能仍然显示不适合，换成美国，但是仍然不行。请问，如果我想拥有频道会员的功能，从现在开始应该怎么做啊？你就没有别的东西，你就把这个地区换成中国啊，并不是这个你换成了以后，马上就是到那个页面就会讲合格。这个一个东西从你转变这个状态，它可能需要时间。那么像你这个情况，你已经在这个 YPP 里头以后，你就转换地区，然后你就向 YPP 的那个支持热线给他发信就行了，啊，让他们帮助你解决啊。一支新的影片传到油管，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流量都源自于浏览、频道页、通知页这些渠道啊。我们都知道，影片想火主要靠推荐。那新影片什么时候才会有推荐呢？这个东西是他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想推荐。你自己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付费推广，我强行植入，就是说我是这个一个做动画的，对不对？那么我就往所有的动画里头的，如果我是做火柴人动画的，我一定会保证去看 Alan Baker 的人右边都会出现我的广告，我放到那个地方，他来看啊，是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它是算法自动给你这个做这个推荐。比如说我们这个群里头那个掌柜甩手了，他就是跟王刚学做菜，王刚出节目，他来跟他学王刚做。那么他这个大腿抱几次，有一次就抱住了，那个片子就是几十万的观看量。那么他就想，这个人是跟王刚的频道是相关联的，那么他以后的视频会因为关键字啊，因为过往的历史啊都相关，他就会
推荐，它就会带得起来是不是说老影片很难触发计算机推荐？就不是我们看到很多影片在1年之后突然爆发的，所以这个很难说一个推荐的机制。我老是开玩笑这样讲的，它起码影响因素可能有200个，所以你不要去琢磨它的这个东西，它不断在变它 YouTube 的这个算法推荐呢，每年会更新的，就是大大小小的更新都有几百次如果讲每天的那种 bug 或者是这种东西的更新，那就无限多次了主要的我们讲 major 大的更新，就1年在200次左右所以它不停的在变你不必去琢磨这些东西，还是讲回到那个东西，讲内容为王。你好的内容算法跟你的利益是在一起的，他要找到好的东西推荐给别人看，所以你就把你这个东西做好就行了。你做东西的时候不要老想着算法，你想到的是人就是这样，我点了我错误也好或者什么的，我点进来以后15秒我就想跑，你怎么样让他在15秒就有干货？不要讲是前面15秒就点赞哦、订阅哦，这个我喜欢你哦，你这个今天最后有礼物啊，你这样的玩偶然玩一次可以了，你老这样的玩，你讲人家怎么待呢？15秒跑掉，进来100个人跑掉30个，然后另外一个人坚持到1分钟，哇，实在受不了了，这跑掉之前还骂你一句，踩你一下，大概就这个意思嘛。所以你全心全意给人家做节目，有内容，这个算法永远都站在这些人后面。算法是我们讲算法本身没有这个政治倾向，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实现这个算法的人有，但是政治除外，这一块他都是讲他要大家好的节目他会推荐，他跟你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你就要不要我做内容要做给人看，那个人讨厌你开始啰里吧嗦，讨厌你上来就这样点赞订阅你就不做这个东西，对吧？将心比心，当你这样子你才能掌握了怎么样做内容的心法，而不是去想我这个算法是什么天天去跟踪这个东西，我玩得很嗨，你能跟踪的那么多吗？我们以不变应万变，这才是最高的手法。好，我发现有些视频观看率超过10K， 但底下评论寥寥无几。这个昨天才讲过这个老李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嘛，昨天才回答过，去看一下昨天我讲的那些节目请你点评频道要加入会员吗？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叫我点评频道的人太多了。老胡，我昨天开频道了，上传了一个新的视频，请你帮我看一下。我做了这个，我上传了5个了，我怎么还是个位数的观看？你知道我每天收到多少这样子的东西了？我也想给大家专门这个东西，专门讲评这个，但是这样子就完全无底线，就这种我以前的这种善意被很多人滥用，你知道吗？我也受不了。所以呢，现在我只有设定这个门槛，你是非常认真的，而不是讲老胡有个免费的在那个地方，我就是发一条信息给他嘛，他回不回拉倒嘛。这样子的话，就使得那些真正我想帮助的人，他就没办法出来。所以我也开这个会员也是这样的。你以为开这个会员能发财吗？对吧？那么你来了以后，我就知道你非常认真，你要花钱了，我就更花时间，更花精力给你做。所以你现在还1个2个视频，你根本就不要加这个会员。你最起码做了一段节，做了1个月以后讲，我有想做，我这个内容觉得我是有这个才能，我为什么做不起来？我想了所有的办法，这个时候你才需要来看一下老中医嘛，把个脉，对吧？如果你自己都随时想放弃的，做了2期视频，你就别浪费这个钱了就是我跟你讲了以后，然后你又幻象了，你又对我将信将疑，你浪费钱，我浪费时间，一点意思都没有好，实战群现在怎么收费？现在5月份是现在2800块钱，这些东西都在这个视频的链接里头都有我们特别尊重你，请你不要拉黑我，可以吗？我到现在没有拉黑你，但是你老讲这个怎么读这个东西的话，人民群众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呢，请你不要发这些。你要么你从现在开始，你有问题就请你提问，要不然你就别发这些信息，好不好？用的音乐的主人说可以用他的音乐，只有在下面的 link， 只有在下面写上 link， 会不会以后有问题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除非这个音乐换主人了，这个音乐他卖给别人，版权他卖给别人了，那个人看到他这个潜力，从此开始收钱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法律上他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如果这个音乐永远是这个人，他应该是不会干这个事情。原来讲给大家免费使用，突然讲不能免费使用，对，即便是不能免，他以前在他讲承诺免费的时候，以前他不会倒过来追溯你啊，要不然的话他会人格破产的。所以呢，在 YouTube 上，如果是讲现在是 CC0的，你都可以去放心去使用。等他什么时候转向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这个转向来跟你打官司，因为 YouTube 所有的历史都在那个地方。你用它的时候，它是这个免费让你用的，你最后顶多就把这个东西撤下来，或者这个后面的这广告费给他啊。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是没有问题的啊。开通频道之后，除了自己提高视频内容质量之外，有没有其他方法？推广付费推广这个，你有什么要求，老胡就有什么服务。这个我才开的这个付费推广在哪个地方啊 ？Double 派油管推广服务，敬请你看这一期视频。所以我讲嘛，你如果到了我的频道里的话，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你要有什么问题，直接就在频道内搜索，就在我这个频道里头用关键字搜索。你要讲版权的，搜索一下版权，讲什么字幕，你搜索字幕，讲什么这个也举报，你在我频道的搜索举报，你都会找到这个节目啊。好的，如果我用同一个 IP 地址，用不同的 Gmail 户口开设多个频道，会不会给 YouTube 发现？那当然他知道是同一个，但是呢，他允许同一个人开多个 Gmail 账号，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只能开一个啊，他知道。他有什么好限你的流呢？我现在就好几个账号啊，在一台电脑上嘛，没问题啊。就是你不要用那个账号来干这个大大的不应该的事情，然后就株连九族，咔全给你干掉啊！那是，我就是想模仿你的说话方式，用你教学频道里教学的知识，不剪辑，用你的素材，一步步按你的方式操作。我不太清楚你想，我还没听懂你想，就是想模仿你的说话方式，就是你重讲一遍，是不是？用你用的知识对，没问题。不剪辑，用你的素材，用我的素材，我是在这边说话，你怎么用我的素材啊？然后说话又是变成你说话，我就不太清楚你这是什么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可以把我讲的东西重讲一遍，没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来找你麻烦，因为这个是传播知识，你帮助更多的人啊，我会鼓励你啊。然后你用我里头这个片段，就像老胡这一段的什么样子，我也不会给你任何的版权投诉，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只要能帮到别人的，我都愿意。我怕美国的教科书还有一些课外教科书啊。好，你讲这个东西啊。对了，我刚才讲的是中国教育部的那个教育部出版的，然后那个教辅材料那是不受这个东西，教辅材料是有版权的啊。这个练习集、考升级、这个考题、精讲这些东西都有版权的啊。那美国的那些东西，那当然都有。美国据我了解，他是不可能讲什么，他没有教育部不管教科书这一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书都是你老师愿用什么就用什么的啊。这些东西都会有版权的问题，所以呢，你不能就是拿到这个东西来讲一个课程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的频道之前出现了一点问题，我想换一个新的，但是我之前的账号有我的视频，我想从旧的频道换到新的频道，可以吗？取决于你现在以前的这个频道是什么问题，因为频道是可以迁移的啊，你可以迁移到一个品牌频道里头去，实际上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频道啊。那么如果你只是内容迁移的话，你就应该把它从老的频道里头删掉，然后把这个视频一个个重新上传到新的频道，是这样的情况啊。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多华人开视频频道，很赚钱呢。是啊，你如果是有2份内容，怎么样玩都是重复内容，跨频道在一个频道都是重复内容啊。但是一个在 B 站，一个在 YouTube 就不算重复内容。老胡的一些案例说油管会参考地区法律，我觉得台湾的电影影片根本就没有版权问题，有可能是因为台湾版权风气很自由吗？我见过有人在香港走去台湾做油管，没有啊？那这个刚才讲的那个讲电影的这个起诉的，就是在台湾这个出现这个事情啊。我的封面图都是网上随便找的图片
不知道这样才知道这样是不行的，这是不行啊！你应该封面图容易替换，你就把它替换一下啊！封面图大家经常就是做一些这个替换优化啊，因为封面图是直接影响这个点击率的。所以，如果你以前的封面图没有经验，我不讲的封面图4个一致性，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个一致性的话，就应该重做一下子，然后就是像门面装修一样的，这个随时都可以做的啊。所以，尤其是你有版权隐患的，那你更应该把它换掉啊。还有这封面上面用的这个字，可能字体有问题，你都应该把它换掉。我另一个频道的一个视频在某个专业领域里头排名第1，有持续的流量，但订阅增长很差啊。还有可能是别的人家都看了你的视频，你这个情况就是你直接要去看你的观看完成度，是那个搜索给你引流过来了，然后观看完成度只有25%，那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视频啊，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视频。所以有可能是你在地方搜索的时候是这个搜索的关键字，这个长尾关键字竞争很小，你虽然做的比较烂，但是呢依然能排到第1页上面去，这种情况存在。这其实也是一个做节目优化的一个手段，就是挑长尾关键字，然后占领一个个小山头。我没办法占领这个喜马拉雅山，但是我占领了1000个小山头，这是一种内容操作的方式，没错啊。但是人家进了你这个店里头，以廉价的方式也好，以漂亮小姐站在街边拉客也好，进来以后发现你碗里头一个苍蝇，那是你的问题了，对吧？给了你机会，给了你流量，点击进来后观看完成度不好，没有办法转化成订阅，而不是讲哇，这个老胡讲这东西好玩，我怕下次找不到，赶紧订阅，我怕丢掉这个频道，这就行了嘛，对吧？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就行了。话说回来，一个视频不要太过在意，当你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事业来做的话，这是你将来要做的100个、1000个、3000个、10000个视频里头的一个而已。继续玩，不断优化就好了啊！用别人的歌曲做视频做背景，插入孩子的视频做成画中画，会有版权？显然，那当然了，因为你用了别人的东西。如果换为美国开通会员频道会员，再换回中国频道会员功能，是否还能正常使用？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猜想是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一旦你开通了以后，它不再侦测你这个区域，就像好多人开通这个收益以后，他就把这个区域换回了这个中国大陆，比如说李子柒这个Papi 酱，这些都是你看它的区域现在全都是中国，但他申请获利的时候，那个时候要么是台湾，要么日本，要么是美国，然后审查获利成了以后，他这个要换回中国去啊，所以我的猜想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每一期都是直播录像，并且影片都没有存储，删掉影片，达到1000订阅时还会通过？你根本就没通不过，不会通过，因为你没有观看时长，你没有影片，你没有时长啊。好，千万不要理会版权，如果不可以播出才移除它。如果版权知道的多，则会限制自己的可能性，令自己赚钱会大大减小。不对，这个我就不用解释了，因为这种东西是完全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个错乱啊！就是你要有种啊，哇，这个是神偷好厉害，一辈子都没被抓住啊！你要是羡慕这种能力的话，那你就去羡慕啊！就是遵纪守法，你这个现在胆子大的吓死胆小的这个，我不是讲嘛，这个冯仑老师讲的那些胆子大的人，全都一茬一茬的进了两院，成为两院院士，胆小的规规矩矩啊，都能够最后活到最后，把钱都赚得长长的。这个一个赚钱的方法就是要赚长线的钱啊，年轻前在1年赚够退休的钱，这种人要么就是这个他享受不到钱啊。你如果是能够长久的，我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讲尊重有钱人，尊重哪一些有钱人。前面折腾过好几次，有钱没钱，有钱没钱，然后呢，他后面有钱，然后这个钱他还能守得住，这种人才牛叉啊！不是讲突然这个人发了财，明年这个人又没钱了，他那个钱再多都没有用啊，就能够一定像我不讲，就像李嘉诚，他能够一直有钱，能守得住。像巴菲特这样的人，管你什么股灾，他死不了啊。
这种人才叫真正的厉害的人，所以这种人的东西你要去好好去研究他啊。你以为巴菲特没有诱惑，没有冲动啊？这每天多少投资机会在他面前，他也有看走眼的，但是他不管怎么样看走眼，这公司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人做事有章法，有底线啊。囤高质量片才是王道，是需要老胡帮你筛检啊？对，好，谢谢。为什么我发的聊天内容不显示？聊天你现在不是看到了，不是在这边显示了，没问题啊。如果一个视频我做了评论审核啊，那么我在审核放出来之前，这个互动率会被计算吗？这个如果审核删掉超过一半的评论，那么这互动率以最开始的评论基数为准，还是以最后放进的评论为参考？这个问题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好，这个我在这个评论区已经看到你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理解啊，我没有准确答案，在 YouTube 的文档里头没有看到这种官方的这个特定的这个情形，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个理解方向，就是说，如果你有大量的这个东西在这边在你这个要来审查，意味着你的这个评论的总量就非常大，所以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一个在被你用关键字过滤下来要你审查的东西，应该说是不会超过个位数，所以你的这个整个的互动率不会因为你审查的这几条会影响你的。所以我讲的话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结论不管它怎么算都不重要，你不要在这上面去纠结，它就对了。如果你一天有100条评论，50条都被你在这边监控，那证明你的这个关键字有问题啊！你就要调整你的关键字，放宽松啊，让绝大部分的都过去啊！你要逮大鱼，你这个渔网要够粗啊！你不要弄很细的来逮大鱼，逮不到的，对吧？你要使这个安全，你大部分的东西你要过得去。好了，如果你这个关键字不能讲党，不能讲 VPN， 不能讲这个互定，哇一大串关键字，最后你就发现你这个50%的这个留言全都被弄到这个地方来给你审查了，那你这个就有问题。这个时候，那你就可能讲删掉一半的评论，可能就对你的互动力会有影响啊，是这样的理解就对了。好，谢谢，稍微等一下，我今天要回答你的问题啊。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头有一个设置，里面有一个频道，上面有一个关键字和国家地区。我想请问关键字啊，频道关键字就是你这个频道是干什么的？美食，东方美食，东方素食啊，东方豆腐啊，这个或者是这个旅游，这个就是你这个频道的关键字。每一个视频有单独的关键字。这一期是你是一个旅游的频道，但是呢，这一期节目是你在泰国遛狗，那你就它要不要关键字变成泰国，变成遛狗，变成是海外生活，是这一类那个，所以叫频道关键字和这个视频的关键字是2个不同的地方啊。频道会员每个月的开通人数一般会占总订阅人数多少？哇，这个看你的这个观众的粘性，这个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人就是说，观众很喜欢他的话，你开通会员，哇，好多人来加入他的会员。有的人就是本身你就没有粘性，没有个人 IP 的话，你开通这个东西，人家也没有必要给你钱。观众不是傻子啊，对吧？就是我现在开通这个回答问题和那个服务啊，他不需要回答问题，你就别来啊。我不在那个地方，我在这地方讲过了，你不需要我这个服务，我不需要你这个打赏，道理就是这样。你需要这个服务你才来啊，并且我都跟你讲了，请你把那个服务攒好，你不要一年问10个问题，然后买我1年的会员，你把这10个问题攒到1个月或者2个月，你就2个月的会员，然后1个月你就操作一次加入，然后退出，就这样，你不要浪费钱啊。我想花钱推广，怎么找不到在哪里？想花钱没地方花，怎么就菜鸟？推广这个事情不要自己干啊！很多人讲，哎呀，这个我频道还小，我来自己推广，一天我只花5块钱啊，美金，我一天花5块钱，这个时候你根本就别推广啊！你还没到需要推广的地方，浪费钱。等你频道到了一定地步，你要去推广，你就要找这个阿飞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帮你推广，那个才有用。你自己不要去等你
每天比如说要花到比如说30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去推广的时候，你就不要自己去玩，不要浪费这个钱啊，因为这里头是这个水很深啊。你好，请问有些视频的 reaction video 啊，全面播出有版权问题吗？这个是有争议的啊。这个所谓争议在什么地方呢？就有的人所谓做这种反应啊、视频啊，就是在那嘿嘿傻笑2下，假装这个笑翻了，把这个椅子都笑翻了，最后这喷饭之类的东西，这个就没有增加多少营养啊。那么这一类东西显然是有版权问题。那么讲他怎么还播放呢？因为他版权人没跟他打官司，仅此而已。像这种 reaction video 到法庭去，法庭一定会判这个 reaction video 这个人会输。因为你没有给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我弄家里头一个家庭影院，我放一个现在的这个大片，然后我就跟着那边吃这个爆米花边那个东西，这样能行吗？你想想看吧，对吧？但是我放这个电影，我放一段讲一段，放一段讲一段，就是说老胡带你看电影，有的人就不喜欢了。靠，烦死了！我从头1个小时看到尾的电影，你1分钟就打断我一下。但是有的人喜欢哦。嘿，我看这一段，刚才这个对白好精彩，我倒带给你看一下，然后再讲解。哇，这个就是我们一起看这个片子，花6个小时，哎，这可以哦。这个我估计到法庭打官司，我很能赢啊。我这个是合理使用点评这个东西全都在里头啊。上次我们这个1年多前有个群友想做这个生意，我讲可以，我还帮他出好多主意，就是说这个我陪你看电影。我跟你讲解做足这个电影的这个功课，它的数据，我跟你讲飘，我跟你讲原著里头的细节是什么，这个电影拍成是什么，当时里头这个故事情节是什么，这个导演和这个编剧还产生什么争执啊？然后这个原来这个演员是不是第1号这个候选的，就是因为第1号这个出了什么事情来不了了，嫌片酬太低，或者哇全部讲给你听，我就跟你讲电影啊，这样子有人看的啊。现在我不知道将来5G 时代会不会这是一个东西。一定会有，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这个内容服务的形式。可以开直播拍卖吗？不行，违背这个社区准则。你接了一个以数字的电影影片频道，没办法被多人关注，这件事正常吗？正常。这个老胡做这个频道，永远都做不过一个知识分享，知识分享做不过一个做大腿的，做大腿的也做不过一个这个整天这个留言的这种频道啊。某某某疑似出轨，这个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某某某疑似出轨，不是造谣啊，我没讲你出轨啊，我讲疑似哦，我讲听说啊，哇，这个就厉害了，我不知道法院应该怎么处理这一类的东西，但这一类都有人看哦，啊，所以讲我是不是讲我这个频道比那个东西更有素质？不是，两个东西放在你面前，你看老胡的视频，还是看那个某某某疑似走光的视频？那个来得轻松嘛，很容易就是把你这个碎片时间填充了。你看我的东西还费脑子，有的时候还要拿出笔来做笔记。这人天生是有惰性的，但是正是少见的有能抵抗自己惰性这些人，才能不断成长。你刷这个粗俗视频，你刷一辈子你也没用。你有本事去找一个平台专门监控这个粗俗视频的这个工作，那厉害啊！但是这种工作我没有讲，听说哪个人讲干一辈子还给你养老金的，没有2-3年就没有了，说不定。或者你自己需要心理辅导，你最后吃不消，对吧？这世界上任何做的事情，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是困难的。直播拍卖是油管自己判定为垃圾，直播拍卖是他是因为没有办法管控，因为拍卖圈里头会有托，会导致老百姓上当受骗，就这么简单道理。它不是垃圾，因为它没有鉴别能力啊。就像这个我这个市场来允许大家如果我是不管的话，这个市场就会容易没有管理就容易滋生，所以他没有办法判定哪个卖的是假货，哪个卖的是不是。那么他干脆就讲你别在直播间里头卖货，就这样。我想做一些关于历史和历史人物故事的视频，但是发现很多历史素材视频很少啊。这个在美国的话，你就可以到那个国家图书馆。
里头有好多这个素材，政府的这些网站，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org 那些这种公益组织的这些网站会收集了很多很多这个以前的历史的这种素材。中国的博物馆的这些素材是不是可以拿来用？我不太清楚啊。在直播大肆宣传自己用的东西全是假货会怎么样？会被禁账号咯。做违法的时候是纯属娱乐，请别当真，会怎么样？这个我不想侵你的权，如果你发现我的侵犯了你的利益，请你告诉我，立即拿下。就是我不讲嘛，对不起，我不小心在你家拿了个皮夹子，你要是知道是我拿的话，请你到我家里头来，我把皮夹子会还给你，还请你吃晚饭啊。对于有合理使用的版权的照片，怎样使用？我用来展示，不做更改，没有问题。没有人谁讲你要非要更改。我作为讲解点评这一幅这个画的话，我就是合理使用啊，我在点评啊，我在教学啊，我在恶搞啊，这些都是合理使用啊。用一个明星的照片对着画画做成视频，这个以前讲过了，这个是侵犯了别人的肖像权。他告不告你是另外一回事。有年龄限制的影片几率。有年龄限制的影片是几岁以下不能？18岁以下。我女儿弹钢琴的谱子没有显示在画面，只有声音，有版权主张吗？有啊，版权主张有。31%的观看完成度算差吗？看你的视频多长。老胡的直播2个多小时、3个小时，31%已经算相当不错的观看完成度。我不是自吹自擂啊。就你去做一个3个小时的这个说话的东西，看看有没有人跟你换到30%的完成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2分钟的视频，30%就很差。对垂直频道的概念不是很理解。垂直就是单一内容，我就跟你学 PR， 我就跟你学后期剪辑，我就跟你学作曲，我就跟你学作词，我就跟你学烧豆腐，这就是垂直度。你就我刚才讲的，你别今天遛狗，明天又吃饭，后天又去踢足球，这就没有垂直度。从某种意义上，你的垂直度太宽了。你就是你的生活，等你成为明星以后没关系你坐马桶都有 N 多人来看，那就是你的垂直度。你的名字张小泉就是你的垂直度。等你不是的时候，你就讲我就会帮别人抠脚，这就是你的垂直度是这样子理解。频道里面早期上传的低质量的视频要不要删除？现在基本上没有流量。我们主要考虑是一个垂直度。有好多人觉得我最开始的那说话也不好，手势也不行，发型也不好，穿得好老套，化妆也不行。我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是个低质的。这个自媒体就是看你原来多胖，现在减成多瘦，是一个励志故事，大家就要看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这个低质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是低质量，而是你自己觉得丢人。那这个我就觉得你不必要删另外一个就是说影响你这个垂直度的。那你可以把它藏起来，变成思想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低质量是一个很有个人主观的这个字，所以我不会讲你讲低质量，我就同意你低质量一个新影片被 YouTube 推荐次数虽然不多，但点击率是19%，这个挺好。观看完成度48%这个。Sherry， 我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了，我准备回答你的。你既然在这边，我就讲一下子。点击率20%，这是一个相当不错，说明你的封面很成功观看完成度48%也不错。你的视频我不知道你的长度是多少顺带讲一下，你 copy 给我的那个链接是不对的，我点进去是解决不到，因为你是 copy 的后台的一个链接，你要在 YouTube 的播放页链接。播放那个点击给我才对这是否 YouTube 精准的推送的影片？我可以针对这类视频的内容再多几集，可以。如果是你喜欢的注意我讲的这个如果，我在老胡的油管原件里头最开始做了一下如何背诵新概念英语第3册改变你的人生，到现在这个视频每个月也是在我总播放里头的这个排名前5的这个视频，即便我在这边是讲油管的，一直。但是就是说你这个数据你怎么解读？如果是在你的垂直度范围之内，你就继续做，这就是我找到了一个大家关心的，在这个领域里头的有trending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那你就应该做一个系列我举个例子，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人发现用那个刀去烧红了1000度去 cut 这个 cut 肥皂 cut 这个 cheese cut 什么东西，哇，好多人看，他就可以连做3个星期。
然后很多人就模仿它啊。另外一段时间就是做成那个可乐形状的那个果冻去切它，哇，网上风行1-2个礼拜，全是这一类东西，观看量都是几百万上千万啊，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就是在你的领域里头，你找到这个垂直度，你做啊，就是如果是现在是断舍离才开始，你是第一个人讲，哇，好多人看，那你就把这个 topic 做研究，再把它讲个5期6期，这没有问题。我刚才为什么讲我的新概念英语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我明知道它有流量，但是我不愿意做下去，因为跟我这个垂直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啊，我正常的我的 vlog， 突然我讲这个最近的疫情，哇，好多人看，那我就紧接着讲吗？你个人的决定，你讲还是不讲，对吧？因为你知道这个疫情最后会过去的。难道你想做一个频道是专门讲疫情的，每天就给大家报告世界最新的这种发展情况？今天泰国怎么样，韩国又怎么样了？哇，专门做一个疫情频道，可能能够，我不知道能够维持2年，那你2年以后怎么办？啊，好，所以这个 idea 你就能够理解。如果是在你这个垂直内容方向的，你继续做，这是一个热点，你尝试一下子啊。如果这个东西就是纯粹不是你的兴趣，那你就别做，就是它，你不要过度的解读这个数据就好了。好，版权那么复杂吗？版权相当的复杂。我现在被问到的所有的问题，有40%到50%都是版权问题啊。郎朗在台上被观众要求去弹一个现代歌曲，难道也有版权问题吗？有，这个歌曲有一个叫做演出权，但是像郎朗这个东西，它随时可以弹，然后背后去结算付钱，没有问题。或者是有时候有的人讲，我就不跟你收钱了，因为你谈了以后还帮我推广影响度，也可能啊。所以讲权利侵权是事实，是否对方主张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如果郎朗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正常情况下他谈了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对方不依不饶，非得把他告上法院去，这可能是一个这个。按照法院会接的，就是你没有演奏许可的情况下，法院会判这个郎朗这个方去赔对方，比如说多少钱，这是一个合理的数字啊。法院不会讲我一下子终于逮到你了，然后你要赔我300万，不可能，法院不会支持这样的诉讼请求。所以你费好大的功夫，还不如讲，嘿，我还是算郎朗是大腿，他演了我就算了，我还觉得脸上光彩，我不跟他起官司，对吧？大概是这个样子。审核所有的评论不是关键字，不需要，因为审核你放行了以后，这个互动还在那个地方啊。如果你审核以后不放行，那你显然这个是没有这个互动了啊。因为这个你审核不放行的，你没有必要这样做啊。因为当你频道很小的时候，你去审核它没有任何意思，任何一个人在底下骂你都没有关系，你出去以后看到你把它删掉就是了。没有谁一直在围观你这个频道。如果是你这频道这个相当大了以后的话，就是相当大了。如果现在就是最近这几年出现一个，最近这1年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你要为你的评论区负责。你的评论区如果完全失控的话 ，YouTube 会怪罪你。就是你完全失控，你都在评论区大量的关于种族啊，这个网上霸凌的这些东西，或者是对未成年人的这种猥亵啊，比如说你有个视频里头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然后底下一大堆这个评论都是出现这种对未成年人这种攻击的话，那他会要追你的责啊，追你的责不是讲把你抓去做了 ，YouTube 没有这种权利啊，他会就是对你的频道采取限流，采取关你评论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没有想象到任何情况下讲要整个的让评论一条条全部要叫你的审核，对你这样毫无意义，不需要选择这个选项啊，你就用关键字过滤就好了，就足够安全。其中一个就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在这里头发链接，这个你把它这个打开就好，因为链接你不知道它链在哪个地方，你控制不住它啊。我之前发了2遍内容，是告诉老胡我是北京渔夫啊。好，昨天发语音。翻墙问题好的，语音里头没有关键字，语音里头我无法过滤啊。我收到了你的这个问题，在底下还没回答到而已嘛。观看次数300次，观完成度是30%，但只有9个赞，300次有9个赞，可以了。没有互动留言。
这个因为这个跟你的这个节目的调性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是属于上课类的这种东西，你的观众的是都是比较这个内向，比较含蓄这一类观众呢，他不见得愿意跟你互动啊。那么如果是讲一些情感类的这种，可能好多人都会有那个东西，会有愿意表达。然后有的时候你讲这个，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所以你看你做节目的有好多环节，我今天给大家介绍3个这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知道更多的方法，请你在底下留言，你告诉大家。到最后又讲这个，请大家留言，我在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最前面的5个小时，我会一一给你回复啊。这些东西都鼓励观众跟你互动的一些方式。但是我呢，你看我基本上不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什么东西呢？我有那功夫多做一期节目，啊，把内容为王，你相信这一点，你不用去太过在意，点赞，其实你300次观看有9个点赞，不错了，啊，不要刻意去在意有多少人点赞，多少人留言，啊，你要留言多，你就开始讲政治，讲中国和台湾，那就立刻就火热起来，不需要去做这些东西，你不喜欢，你不需要去做这些东西，如果自己的频道关键字不写，是不是意味着频道推荐就会少很多？不见得，所有用户输入的东西，他都不能完全相信你，因为这个系统里头就是会有人滥用这些东西。就是上飞机的时候，他要叫你脱鞋子，要叫你扫描，就是会有人滥用这个恐怖分子和滥用这个系统。这个东西同样是这样的，他不能相信你讲，我这个里头全是你写的东西，我就相信你。这只是他推荐你的视频里头的影响因素里头的200个的一个，就这样的。他可能相信你一次，然后按照你这个推广，发现不是这样的。我这个东西，刘德华这个最受欢迎、人人都爱的刘德华的5首歌曲，他就把推到喜欢刘德华的那个人群里头，结果20个人里头有9个人踩你。证明你的品味太差，你选择的东西有问题嘛？或者你的声音这个做得很差嘛？你这就不是你是个糟糕的视频嘛？所以他讲，这个老胡想滥用我们的系统，我就给你记上一笔，给你记过啊，给你打上一个小叉叉在这个地方。下次你再这样子玩，我就不相信你了。然后你就频道会越来越所谓自己人家讲的权重问题。你看最近这个后台很多人收到这样的消息，就是讲。恭喜你，你已经这个自我对这个影片盈利的审查，自我做得很好啊，所以就是在鼓励你讲，最近我们的审查系统讲你这个是不应该中黄标的，你自己也觉得不中黄标，很好，你通过了这个基本的测试，他明确的告诉你讲，我在看着你啊，我在看着你啊，我在看着你，别乱搞啊，这个同样是这个道理，你可以写。你写呢能帮助他，我这个是一个叫什么？我这是一个这个环球美食的这个频道，那就帮着你这个定性，啊，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东西，然后他看你这个视频里有没有讲到美食，有没有出现这个美食的这个画面，他能够看见你每一个针的上面出现了什么，有没有出现手枪，有没有出现吸烟和喝酒这样的镜头，他都知道。然后你自己提供的信息，他全部会综合在一起，和公安局审案一样的，跟这个匪兵甲。这个匪兵乙对口供的啊，大概就是这意思啊。我是昨天给你发语音关于好的，好，谢谢。在 YouTube 视频描述里写上自己与其他社交媒体账号对影片之间没有影响，没问题。我就讲你放淘宝店链接在上面都没太大的关系的，它不惩罚。但是呢，你不要链接到一些反动的、淫秽的这一类的东西，就是什么意思呢？跟社区有连到赌博网站这些东西，那他就要收拾你啊！所以都外链就控制这个东西，你连接到自己的社交媒体、社交的连接到你的微博、抖音账号，他不在乎，没有问题啊！所以讲这个东西，他不会因为这种东西惩罚你，但是呢，话讲回来啊。但是每一个链接都会把你的观众从 YouTube 带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在这个上面上，他会惩罚你。这每一次观众来看你的视频，这观众好不容易跑得来看 YouTube， 看完了老李的视频，然后在老李的视频的旁边推荐了老胡的视频，看完老胡，一看老胡的视频，完了。一看到视频底下就有个链接，就带到他的这个 B 站的网站上面，并且看这个视频的人有30%都跑到 B 站去了，他就要收拾你。为什么？你把人从 YouTube 带走了啊！我再举
反过来举个例子，每个看老胡这个视频的时候，他都会点我这视频底下的一个链接，这个链接会就链接到 Sherry 那个频道里头去。好 ，Sherry 将来赚钱会有点会给我，会返点给我，因为什么东西呢？看完老胡的视频，他没有把这个人支走，还想办法把这个人留在 YouTube 的平台里头。虽然他不愿意再看老胡的视频了，但是老胡讲，哎，你去看看我这个朋友 Sherry 的这个频道，也挺好。哎，等于是我作为一个介绍人，那么 YouTube 他会把 Sherry 的一些观看的时长分配给我，奖励给我绩点啊。所以最后 YouTube 分到的钱里头，有一部分钱是这样的返点得来的啊。考试局与教育局是分开的，教科书与考卷是分开的，课程大纲与考试大纲是不同的，他们应该不讲通的，不沟通的。上面有人将两个东西混在一起提问啊，是试卷和这个教科书是不一样的，是。我就知道中国教育部的这个出版的这个义务教育的教材全都是没有版权问题，你可以拿出来讲。我就给大家讲小学3年级的语文没有问题，频道爆红很大部分是靠运气，不是，运气是其中一个，但绝对不是靠主要的部分啊。就像人生的成功究竟是靠干爹还是靠你自己爹还是靠你自己，我就可以告诉你是靠你自己。干爹会死了，你自己爹也会死了，就这个道理。看你的视频受益匪浅，我做了一期视频讲的是塔罗牌，但是不小心把长度做到了1个小时，哇，这不小心这个字听的这个字眼用的挺有意思啊，一不小心把它做到了1个小时，请教一下，我是应该一个视频发出来，还是把它拆分个2个视频比较好呢？视频过长会不会影响单个视频的完成度？哎，最开始的时候不要做长视频，当别人对你不了解的时候，要看一个不了解的一个人的视频，不要讲1个小时，10分钟都有很大很大的难度。你要知道，绝大部分的这个看视频是利用碎片时间，10分钟以上很难说服对方讲是一个碎片时间，因为放在旁边的除了你10分钟视频，别人有3分钟、2分钟，那么封面又比你做得更漂亮，他就会去点那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15秒的这个抖音能够。因为碎片不能再碎片了，我特别讲过，抖音这个合集为什么这么多人看？观看完成度好啊，他不会去15秒去跳啊，15秒再用鼠标或者用手去拖那15秒，好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就等啊。我不喜欢你这15秒，我等一下，下一个精彩。所以观看完成度很好，然后全都是新鲜的，就是我讲郭德纲说相声的，每个15秒来一个段子，来个钩子，来个梗，就这样。所以15秒就是抖音视频就是这样的，迎合了这种心理。我最近老强调，做节目里头要讲究这个段落，要让大家，我今天跟你讲3点东西，第3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你觉得我第1点在胡说八道，你会讲，我倒要看看你讲第3点是什么样。他会忍，他是在忍，他往后拖到你第3点这个地方，他不会跑掉。如果你今天我跟他讲这个东西，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怎么，他受不了了，他不会拖，他直接跳走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要跟你讲3点。就能够留住它，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我不知道你节目的内容是怎么样，或者是最开始做频道，不要一上来就做1个小时，你就做小，往小的做，最好做往5分钟之内去做，这样的一个频道起来的可能性才大。如果你一上来第一支视频开始全都是1个多小时，吃不消，会很难，做不起来的。有管直播没粉丝会有人进直播间，很少。会有1个人、2个人进来这个打一下酱油，然后跟你不熟悉，没有办法跟你说，他就不会，他进来他是看，不会一上来跑进来不认识老胡，叫老胡你好，你是谁呀？这种人有没有？有，不会有太多这样的人，所以不着急上来就做直播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之前写简介就是介绍自己写错了，我想改，但是我找不到哪里去改，我节目都有啊。你有问题，我都有节目啊。这个就是我做的这些节目，就是说你一定要定制你的这个频道，就是到这个频道，到这个节目里头找答案。好，哇，我们看下面的问题啊。328号，北京渔夫，刚才讲已经解决了这个关于翻墙的这个问题。老胡您好，
之前通过语音向您请教过关于音乐方面的问题。容我喝口水啊。今天我有一个跟 YouTube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问题，但是相信这个问题很多墙内的朋友都困惑过。墙内现在访问国外的网站基本上都需要通过翻墙工具才能实现。目前翻墙一是有各种免费的翻墙工具，虽然勉强可以用，但是高峰时间段会非常的卡，有时候直接用不了。二是采用付费的方式，但是又会经常遇到付完钱就跑路的现象，损失连钱事小，主要是还得重新寻找新的翻墙方式，折腾来折腾去，心会非常的累。另外呢，就是自己搭建 VPN， 但是对于不懂技术的人来讲会比较的麻烦，而且自己搭建 VPN 有被请去喝茶的风险。对于这种情况，不知道老胡有没有什么高招去解决？好嘞，谢谢。好，谢谢。我自己不用 VPN，因为我在西雅图。那么我理解国内的这个朋友这个用 VPN 的这种难处啊。那么因为墙的问题，使得这个 VPN 呢，就是老在像猫捉老鼠这个游戏一样的啊。所以我知道很多人，我自己没有这个经验，我就把我的听了这个间接经验告诉你啊，不要去买那个长期的啊，即便是那个大的这个，如果你只是浏览，如果不是上传的话，你可以买那些国外知名的几个这个像 ExpressVPN 啊，或者是 Norton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这些都浏览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按年买都没有问题啊，并且第一年都是很便宜的，就是基本上是打9折、打1折，就是10%这样的钱就能够就拿下几块钱，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是你买国内或者其他非知名是有用的，你就按月买，虽然贵一点，但是呢容易，不要去买那个半年、1年，然后下个月人就不见了。那个人不见了，不是那个公司故意跑路，或者是那个 APP 跑路，而是他们的确是被封掉了。所以呢，大概我了解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自己搭建或者出来以后的这样风险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你别做这个生意，这是第一啊，不要帮别人上网，别做这个生意，这是第一。第二，出来以后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乱说话、乱看东西，就把握这个度就好了啊。好。老胡你好，我刚高中毕业，最近很闲。我看到一个 YouTuber 用木琴 Marine 把这个乐器演奏，英文流行音乐，然后他好几部的影片破100万，有40万订阅。我从小学习这个乐器，靠这个工作是我小时候的梦想，而且有想到这个乐器在 YouTube 上比起钢琴比较少见，应该更有竞争力，让我开始研究如何当 YouTuber。我最近花费了很多时间查询关于当 YouTuber 的资料，大部分的问题都在您的频道上得到解答了。但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想要请问你，就是我应该要如何挑选 cover 的歌曲？我应该演奏比较有年代的老歌，或是最近爆红的流行乐？我应该演奏中文流行歌、英文流行歌，还是日本动漫的歌曲？还是3个都做？然后区分客群放在3个频道呢？谢谢。好的，我给你的答案非常明确。你自己不确定，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不要开3个频道；第二，只开1个频道；第三，3种音乐全放在一起去玩，然后最后你自己会找到哪一种是大家愿意听，你又愿意玩的啊。所以非常明确，这个指示就是这样子。好吧，你听我的，相信绝对不会错的。在这个方面，因为我有很多经验，你就这样去操作，没错了。不要去折腾3个频道。西雅图老胡你好，我在纽约，可以叫我纽约老刘。关注你有一段时间了，学了很多东西。在这里啊，先说一声谢谢。YouTube 上有一个频道叫做 Movie Clips。意思是电影剪辑、电影片段，订户高达3800多万，最热视频播放次数达到了4.2亿次。Social Blade 上分析这个频道一年收入有6500万，非常惊人的数字。他一天上传10个视频，每个只有1分钟到3分钟时间，完全是从电影里剪切出来的片段，根本就没有原创内容。
制作难度非常的低，可是收益非常的大。他在简介中自称是得到授权的，我也相信如此，否则电影公司早就找他了。现在我的问题有2个：一，如果他是因为订户多，电影公司愿意授权给他，可他刚刚创立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订户时，是怎么得到授权的呢？2，我们要如何模仿他的做法获益呢？谢谢老胡。好问题啊！这个我准备这个回答，我还是专门去查了一些资料，结果没有查到这个频道是怎么开始起来的。我不认为他会像那些励志的那些频道这个片段走在一个灰色地带，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洗白上岸的。电影和音乐这个东西是最开始是你要通过这个版权不合法做到这个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最开始没有这个东西，想回过头来通过一个和解或者是补偿金的方式，是玩不起来的。也就是说，按我的理解，他这个频道最开始就是有背景的，他可以得到某1-2间电影工作室的这个许可，然后就发行他们的这个东西，然后逐渐发现有利可图，然后别的电影公司也进来参与啊，是这样的，从小的开始，然后最后整个的大的电影公司也参与进来。这样他就做起来了，因为这个对电影是一个宣传，其实它有巨大的这个宣传和引流这个作用，又不会影响整个的这个不会因为这个损失票房啊，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讲，我没有找到他最开始有任何官司法律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一定是比较干净的起来了啊。他最开始在里头有人脉也好，或者是有一小型电影公司愿意给他提供最开始的，比如说20部片子或者100部片子这样的玩起来。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做？你现在操作这种东西几乎没有可能啊。有一种可以操作的，就是说国内有很廉价的可以拿到电视剧的这个版权。你可以拿那些不是热播的，每年国家会拍几千部这样的电视连续剧，很多都是根本没有办法在电视台上面排版的，排不到档期的。那么这些东西很多人拍完了就在地下室沉寂，这么多年积攒了很多。如果你能拿到这些东西做这个片段，不会像它这经典，但是呢也能做的流量极大。这个我认识的人里头，我们群里头以前有人做这个东西，每天的流量做的高达1000万这个级别流量啊，所以这是可以操作的一个方式。这电视剧你拿电影的这个版权会很困难，成本很高啊，所以如果你要沿用这个思路的话，我就觉得你可以去谈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你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那些电影的这个电视的这个版权，然后来跟他们合作做这样一个电视片段的这样一个频道。是有希望能做起来的。好，刚才是3、2、5，下一个问题。老胡你好，我有时候上传带有背景音乐的短视频上到 YouTube， 马上就收到这个版权主张，但是我发现 YouTube 上面很多个人的频道，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时下流行的歌曲，但是他们为什么就没事了？没有版权主张吗？还有我看到别人也上传了很多一些电影片段，然后我上传同样的片段上到 YouTube， 马上也收到版权主张。为什么他们就能做到不受到版权主张吗？他们是使用什么技术手段避开这个版权主张吗？好，谢谢你。好的，对方有没有版权主张你不知道，他不告诉你，你不会知道啊，所以不要认为就是他那个视频在那个地方就没有版权主张，你的视频不是一样吗？有版权主张，但是YouTube 并没有把你下架嘛，所以版权主张是这样一个概念，这是第一。第二，另外一些东西就是如果是电影片段，就是讲你是不能发布，就是禁播，别人为什么能播的话，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看的啊。第一，别人有可能有许可可以上传这个东西，比如说一些新片的这个电影宣传片，它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使用，但是它会授权几个大的频道去发它的这个电影预告片所以讲你上传就不行，他上传就可以啊，这是第一。第二，的确是我知道有些技术手段能够使得
规避这个版权系统。那么你不妨去做这样一个测验。如果你觉得对方是没有版权，你把他的视频下载，然后在你频道里上传试试看。所以你讲是同一个片段，是你从同一个电影剪下来的同一个片段，但是呢，其实他那个片段跟你这个片段是不一样的，你看起来是一样的。好，我只能说这么多啊。好，老胡你好，之前我向你请教过一个横屏和竖屏的问题，这次的话也有关，但是不太一样，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主要做的是国内YouTube 的自媒体，然后的话也顺带会在这个抖音之类的发一发，那主要的问题就是YouTube 的话它是横屏嘛，那放到国内来的话放到画面里面它只占整个屏幕的1/3，这样子的话其实视觉效果上来讲并不是特别好，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谢谢。首先你想这个通吃啊，这个上到99下到刚会者全都喜欢你，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要看你的主要观众在哪地方，主要在 B 站你就按 B 站的格式来做，主要是在抖音你就按抖音的格式来做啊，所以这一点非常明确。那么你要考虑到这个节目特性，这个竖屏有竖屏的好处，竖屏是属于才艺单人才艺类的表演，是非常好的，适合这个东西。你看到全身要跳舞，这个是非常棒的。但是你要采访两个人面对面坐下来采访，用这个竖屏就好难受，要脸贴脸啊，这个非常难受啊。然后你要拍这个景，拍的树的这个戴王叔的这个玉像，哇，拍的唯美，用这竖屏，你要横着拍就差远了。所以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你就跟你那个主要的平台去走。话虽这么说，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竖屏这个观众占相当一部分，比如说手机上面的抖音或者是其他的平台，那你就应该用竖屏，因为什么？因为 YouTube 本身就支持竖屏。你没有必要像那个竖屏，然后把它做成横屏发布在 YouTube 上面，是一个竖屏的视频，你直接可以发到 YouTube 上面，然后手机看的时候，它自然就全屏，啊，所以答案就是这样子的。胡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我把我的视频字幕SRT 文档上传到了 YouTube 的后台上，按理说它应该在我的视频左下角有一个 CC 的一个小标出现，但是有一些视频它是有那个 CC 的标，有一些视频它的 CC 的标就没有显示。我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怎么样可以让我的每一个视频都有那个 CC 的标显示出来呢？谢谢。很好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的话，专门去做了研究，因为这个问题啊，我自己也碰到了。我的有些视频上传上去以后，这个字幕上传上去就是那个 CC 就不出现。然后呢，我一看，我怎么这期字幕忘记做了？结果点进去看，实际上是有字幕的。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的话，就是有人报告讲这是 YouTube 的一个 bug， 就是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解决的方案的话，就是你去把它删除，重新上传一份啊。这个我呢还没有来得及试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的，就重置，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它好像跟这个视频上传文件的一个你的操作的顺序有关。就比如说跟语言有关系，比如说如果是繁体，你语言显得不对，然后你这个字幕又是简体，这些东西细节你都要注意。然后呢，有的人打开了手动一行一行输入字幕，然后最后改成文件上传，就是说那个字幕那个后台那个页面就是这个把它恢复成最开始那个样子，把现在有的一行一行，如果有2行呢，把它全删掉，重新上传你的字幕这个文件，就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好吧，虽然不是很方便，但是呢，我现在没有找到比这更理想的这个答案。好，这个下面，我们的观众点点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老胡你好，我是点点动画，跟您探讨一个事情。有的时候会收到一些网友的留言，批评我的视频有一些事实层面上的错误。这些批评有的是对的，确实是因为我的疏忽，或者是我引用了一些信息源，但是这个信息源就是错的，那我也跟着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是谢谢他，然后做一个更正，放在置顶的留言里，这样大家都能看到。但是有个别的网友，他在批评完以后会说这样一段话：你们做自媒体的人，不要误导观众，不要对社会不负责任。
这样的大帽子吧，扣下来我还是觉得有点压力，同时也有点困惑。的确，做自媒体，首先是个自嘛，是我自己的天地，我可以说实话，我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我自己对自己要求还是有的，我不会乱讲的，我也没有主观上误导观众的一个意图。但是我毕竟是这个普通人，我也不像咱们也不是电视台有那种技术部门支撑，犯点错误真的在所难免。如果这样的话，就算是误导观众，对社会不负责任，那真的就不敢讲话了。所以我想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做自媒体的，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天地里，我们想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那么和这个公共的责任这个边界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如果有这样的观众来说这样的批评的话，当然我可以不理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具体的说法，想听听老胡和各位网友的意见。好的，这个点点动画这是他的频道啊，这个做就是知识分享，用这个动画方式做知识分享的是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因为他持续做啊，他的非常非常稳定，一个方面这个出片的频率我以前也采访过点点动画，大家感兴趣在我的频道里头搜一下啊。那么他今天提的问题非常有深度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比任何其他技术问题都值得去探讨啊。他讲到，就是他做节目里头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收集材料，然后把它呈现的给大家。有的人就是无厘头的上来，就是没有，不是一种沟通，而是上来是指责你们胡说八道，是这个样子。那么他讲到两个情况，一个是确实是这个出现自己的信息这个收集过程当中有误的地方，那么这个没问题，就是立刻就是从善如流啊，发现有什么新的材料，我如果是讲错了那么直接就更正就对了。这一个置顶，这个也是他这个方案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置顶的留言里头不要把这个更正放在说明里头，因为很少的人会打开说明来看啊，所以你置顶留言这个就是个很好的做法。第二，这个节目当中不管人家怎么样批评你或者反馈这个意见，你第一要做的反思就是说，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让别人产生误解也好，或者是别人产生一个攻击的情绪也好啊，不管怎么样，首先自我检讨啊，这个希望下次的节目做得更为严谨啊，这个材料上面区分这个材料表述上面更为这个精准，就是说有证据就是证据，别人的观点是别人的观点，我的观点是我的观点，不要把这个东西混在一起。就像我注意，我刚才跟这个在回答问题，我会讲，我猜想是这样的，我强调我是猜想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这样，我在 YouTube 文档里头我没看见，但是我不会讲 YouTube 文档里头没有这个东西，而是讲我可能没看见这个东西。那么下面谁要纠正我看到这个东西提供的东西，我欢迎，我感谢啊。所以呢，这个要是你自己表达上面一定要严谨，不是讲因为这个人，因为很多人这个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处理这个东西，就像别人可以批评我，朋友可以这样批评我，但是你是本意你就是坏的，是一个你是恶的这种发心，我就忍受不了你，这是很要不得小孩子脾气的意思。我老讲那个话，就是俞敏洪讲，即便是你的敌人，也是为了你的成长而来的。其实让你成长最快的就是你的敌人，你的朋友能容忍你所有的东西，你的敌人呢，就是当你的朋友还没有来得及赞扬你的时候，你的敌人已经用放大镜在找你的缺点了。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让你成长起来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我觉得要有的态度，不管他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你不要做任何的企图揣测，不要去做任何的这个判断，去 judge 他，然后讲我从你的里头看看你的批评有没有合理的地方，我检讨我有没有讲清楚的地方，有没有清楚讲那个是我看到的东西，那个是我个人的意见，那个是我个人的猜测，这个以后的表述自己要完整严谨。然后呢，要回应这些东西，你要回应啊！我不建议这种东西去删除拉黑啊，除非他是谩骂你，你可以拉黑他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他有的情绪是非常激烈，他有可能是认为他真心是认为你在误导别人，所以不要认为就是有的人是表达的问题，他这种反应是真实的啊。如果你跟他是朋友是熟人的话，你可能不会觉得他有恶意在指责你。所以我在我的人生经历里头碰到好多这样的人，讲话难听，但他对你并没有恶意，其实。那么这个时候就说你应该
不要把这个矛盾激化。你可以有好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你讲这个我没有这个讲清楚，可能是让你产生了误解，非常抱歉。那么还讲，如果你有讲我哪个地方觉得不正确的地方，请你指出来。如果有材料的话，请你把链接放在底下。这都是能够化解这种对方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好的方法。不要不要去讲这个对别人进行人身的攻击，你就是用这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就好。如果是对方完全没有理的、带有恶意的，你也没有必要跟他争吵。当恶狗咬你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变成狗去反咬它，就对了。我知道的三毛讲过一句话：当恶狗咬我的时候，我有棍子，我去打它。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法。你没有必要在这个人身上浪费时间，你就是很温柔的跟他讲：谢谢你来过，我听到了你的意见啊，感谢你花时间抽空我这个并提供宝贵的反馈意见，对方就骂不起来了，对吧？对方就骂不起来，所以呢，这个事情就画个句号，你 move on， 你 take 了，你看到了他的意见，你检讨了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不要让这个东西成为心里头一个沉重的这个石头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严肃对待，举重若轻，大步向前走，大概这个原则就是这样子。好，谢谢点这个问题。最后我们这个回到直播间里头看看，把剩余的问题收个尾。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今天讲一个半小时大概就够了。你看不知不觉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的观看数量一直上不去，我专门有节目啊，你在我这里搜我的视频为什么没人看？搜这个，在我的频道里头搜啊。请问，如果大家注意看到这个弧啊，就是这个会员，你看到会员就有这个标记谢谢啊。请问，如果不在视频或者链接里面宣传别的平台账号的话，只是在频道简介里头或者是视频里头粘贴着，这应该没事吧？视频里头也没有关系，你放个二维码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来惩罚你。这个 YouTube 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宽松的。你在 B 站里头说不定放一个这个微信账号，那不行。在 YouTube 没有这个东西，你放你的那个 Facebook 什么都放，他不管这些东西啊。就是你都放的话，就有点吃相难看了，对吧？就是每一期都放的这个打赏我的这个微信这个打赏码在里面，不太好吧，对吧？所以不用那样子了啊。我看很多读书频道，他们是怎样处理版权的问题？读书你朗读，那当然是侵犯版权，你必须受到有授权。像这个罗胖子的这个读书的话，他肯定是有好多书他自己都成为出版商。那么有些书的话，他一定是拿到版权的。这个罗胖他都甚至讲过，就是说，他就是这样子讲解这个书的时候，他都避免尽可能少的去念书中的句子，这是第一。第二，他就是这个他就是解读这个书的话，他也会尽可能得到出版方的这个理解和那个不要讲你们讲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引起版权的这个纠纷。他公司做大了，他当然可以作为有些这个就是防守型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完善。但是这个读书这个读书念书这些频道当然有版权问题啊！你不要认为讲我念一下子没人来找我，因为你不值得人家来找你。那你赚到的还是小钱，等你赚到大钱的时候，让你吐出来，让你这个伤筋动骨，那你就惨了。那个时候你讲我钱全部给你，咱们私了，对不起，你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过得了这一关的啊。刚加入会员不知道如何提问，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是必须在这个地方说一下，不是会员的人请稍微容忍一下子我哈，这个地方。因为这个 YouTube 这个会员区的这功能还不全，所以呢，我在这地方要啰嗦一下，请大家就是不是会员的人暂时可以去上个厕所，喝茶再来。就是我这地方有2个帖子，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2级会员、第2级会员有个播放列表，跟给第2级会员看的这个视频，现在比如有12个，然后我会逐渐在这里头加，然后你要需要点评，你就在这个帖子里头跟帖，就像老胡我的频道你看一下，或者是讲老胡你给我看一下这个办公室小野的频道，因为我想模仿他，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来提出要求，这是第2级的频道点评专用，你在这个地方跟帖，然后问问题的这个第1级的这个频道会员的服务的时候，我就视频会发到这个视频里，你呢只要把你这个播放列表收藏，然后你每天就这个地方，因为 YouTube 的会员还没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通知的功能实现。
所以呢，你要回来 check。在这个地方查看，你就保存这个播放列表就行了。我一有新的视频，就在这个播放列表里头会去发布啊。然后呢，你这个第1集的这个会员问问题这个人，你就在我这个帖子里头去5月份这个跟帖，5月份的帖子你全都在这里头去跟帖。我每天会到这个地方来看有没有人这个在这个地方问问题，然后我就会做节目回答这些问题。就这样子，所以呢，在第1集的这个会员有关问题专用，5月份如果这个帖子很长了，将来成底了，我就会讲开一个6月份的帖子。如果以后将来哇好多会员，每天都10几个问题，那我就每个礼拜开一个这个问题帖，那就这样子，我就每天到这个地方，不要到其他地方去留言，因为我每天好多留言我看不见的啊，所以你要到这个地方来留言，然后呢，然后留完言以后，我回答你的问题的话，你就到这个地方播放列表来看我的这个回答就是了，是这样的。啊，好，广告时间过，现在我们回来，不发私信，你要发私信给我一个个处理，那你就变成实战群了，那就一对一我辅导你了啊，好的，9个视频，好，我这个你这个，如果你是第2集的这个会员的话，我就会帮你点评这个。我帮你分析，告诉你所有的问题是封面图也好，我会看你的很多的视频，给你一个详尽的这个分析。你刚才提到换成美国发邮件跟 YouTube 团队申请频道会员，请问具体应该联系哪个邮箱 ？YPP， 你这个这么大的频道，你都不知道 YPP 是什么东西吗？啊，所有加入 YPP 批准以后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在线给他聊天或者给他发邮件的时候，他24小时都会回复你，你给他就会创造一个工作单，会有一个人真名实姓的一个人会跟你联系，然后你跟他联系上以后，就不断的可以电子邮件不停的传来传去，直到你的问题解答啊。所以他这个支持 YPP 支持还是可以的啊。很多人录制玩游戏的视频，这个没有版权问题。游戏的问题我讲过多少次，你就在我的频道里去搜游戏啊，你就会看到以前解读这些问题啊。我再来说一下哈。学到很多技巧，我做了2个月，流量从日均100到现在3万啊订阅啊，谢谢。游戏的版权，我在感觉上它是很特别的存在，自由度大的很多，我的感觉是对的，因为很多游戏厂商他认为你玩游戏是帮他做推广啊，我不讲嘛，这里头的比较怪异的就是这个任天堂，但是任天堂也架不住这个，他也走下神坛，任天堂是最后一个堡垒，讲我们的游戏都不要你们玩，我自己卖的挺好，但是这个时代的潮流把它裹挟着往前跑，所以在2018年的12月份，他也讲行，你们只要合理使用，就是不要在那边玩，什么话都不说，你只要是点评，然后有创造性的增加内容，他也允许你玩了。从你这里学到问题可以联系油管的推特，这么说是不是有必要提前做好？不需要，那个地方就是你反映问题的一个渠道，那就是一个投诉的地方，你不需要这样。他 Twitter 这个先看一下，你 Twitter 有3000个这个粉丝，他才来回答你的问题，不是那个就是你的这个Twitter 的一个 YouTube 的一个反映问题的一个渠道，你直接在那边去，你刚注册一个，马上就反映你的问题就行了尽量别搭理不想搭理的人，会引来无休止的谩骂和指责。就是当别人没有办法跟你深度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你就礼貌的跟别人这个讲，谢谢你的意见，我听到了啊，感谢你花时间，因为他花时间看了你的视频，还提供了他的意见，你真的是应该谢谢他，没错啊。所以不是假惺惺的，就是这样。我也不想跟你宣传主义，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你讲单独约个时间喝个咖啡，我们来聊聊。不需要，就是想就很温和的跟别人讲，谢谢你来过，缘分呐，就是这样。好的，有些频道根本不是儿童影片，但儿童频道的影片是不是可以加到清单上面？不知道他们是有心还是会成为了儿童频道？没有人故意成为儿童频道，现在躲得越远越好，儿童频道不赚钱，所以你看反了啊。你看反了，就是讲我故意讲我不是儿童频道，然后 YouTube 发现他是儿童频道，才给他打上标签。所以现在我会讲嘛，坦白从宽嘛，你自我申报你要准确。你讲我这个不是儿童频道，这个 YouTube 的这个 AI 机器人讲你是儿童频道，给你先打一个小叉叉在那个地方啊。好，谢谢。很可惜，我不知道是不是无印点的赞。好。我简介想改一下，我刚才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请你去往前翻一下，从来没有试过这个东西，这个很好用
所有的问题你都找 YPP 去，他都在24小时回答你。他这个服务很好的，如果大家不知道的，应该去去使用它。他在几个月以前开通了，半年以前开通了这个在线聊天这给你聊天这个更快，喜欢聊天的人更好，可以用那个功能，就不用等，马上就可以接受你的这个投诉或者这个清单这些东西。好的你看不知不觉居然又过了2个小时，老胡这个说话是非常就是刹不住车的。好在这是自媒体嘛，我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YouTube 也没办法关我的，我没有违反社区，我要做4个小时做4个小时，行，不管怎么样。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直播间有多少人，反正有人捧场，我也说的挺嗨的，不管1个还是2个，我照样以这个巨大的热情来为1个或者2个观众这样子说话。好了，这个愉快的时间总是这么短暂的，我们在下一个星期天的直播时间，希望大家还愿意回来坐坐，谢谢，感谢你今天陪老胡2个小时，拜拜。